新房装修，大部分业主都会选择封阳台，不管是改造成生活阳台，还是休闲区域，都是不错的选择。说到阳台封窗，目前有很多种形式，落地窗就是其中一种。它的优势是能获得最大程度的采光率，而且还能带来极佳的视野，可以说是在近几年的时间里获得了很多人的喜爱和追捧。尤其是那种超大落地窗，确实很美，不仅颜值高，而且看起来也很上档次，因此几乎成为了很多高层住宅和别墅的标配。还有些人甚至把家里的卧室和书房也改造成落地窗。但是大家发现没有，现在装修选择超大落地窗的业主越来越少了，而且还出现了之前装过超大落地窗的人都有些后悔了，很少建议别人装的情况。那曾经红极一时的超大落地窗，为何如今会跌下神坛失宠了呢？其实原因也很简单，都知道落地窗颜值高，但安装落地窗的同时也暴露了很多弊端。如果你家也打算封阳台做超大落地窗，不妨先了解一下落地窗这些缺点再做决定。一、存在安全隐患。落地窗的玻璃面越宽大越好看，视野也更开阔，特别是超大的落地窗，好看是好看，但同时牺牲的就是安全性。目前来说，市场上大部分落地窗一般都是采用中空的钢化玻璃。咱们都知道，即使是钢化玻璃也存在自爆率，一般是在3%左右，这就意味着1000块玻璃会有3块随时可能会自爆。而且你要知道，玻璃面越宽越大就越不稳定，长久使用下来越容易出现弯曲变形的情况，甚至发生爆裂。其次，玻璃面积越大，要承受的风压也就越大。大风天可以说对装落地窗的住宅特别不友好，相信住在北方和沿海地区的朋友会深有感受。特别是在北方，可以说一年四季都在刮风，春夏东南风，秋冬西北风。而沿海地区最怕的就是遇到台风天气，刮大风的时候会造成整面玻璃的落地窗晃动，看着会让人感受十分危险。另外，因为窗框结构不稳定，安装不规范，也会导致大落地窗的抗风压能力下降，从而影响整体的安全性。二、隐私性差。其实大家之所以会选择落地窗，无外乎是想拥有整面的宽阔视野，能够最大程度上观赏到室外的景色。但是任何事物都是矛盾存在的，落地窗拥有超大的玻璃面，可以说成也在此，败也在此。因为一整块的大面积玻璃更容易暴露隐私，特别是住房楼层比较低的，可以说几乎是毫无隐私性可言。半面墙的透明玻璃会将屋内的状况暴露无遗，别说隐私性，连安全感都没了。尤其是晚上屋里开灯的时候，外面会看得一清二楚。如果选择拉上窗帘做隐私保护，那么自然它的优势就不在了。三、通风和保温也受影响。落地窗因为玻璃面积足够大，虽然采光率变大，但是带来的问题就是不便于开窗，所以通透性因此会受到影响，也就是说室内的通风性会大打折扣。而且超大的落地窗为了整体的美观性，往往会采用不合理的开窗位置，这也室内的通风效果变差。所以一般选择超大落地窗的家庭还需要增加额外预算安装新风系统，来改善室内的居住环境。另外，超大的落地窗虽然都是钢化玻璃，具有较好的隔热保温性能，但相对于密实厚重的墙体来说，保温隔热性能还是要差很多，所以就会造成夏天热冬天冷的情况。特别是在夏季的时候，要接受大量的太阳辐射热，这就会让室温迅速升高，造成室内的闷热感。而在冬季的时候，因为冷风会吹到室内，又会造成室内温度下降。四、后期不容易清洁。大面积的落地窗美是真美，但是很多人一想到日后清洁问题就开始摇头。试想一下，那么大一块玻璃，想要长期保持窗明几净的难度可想而知。如果是面积稍微小一些的落地窗，还可以通过一些工具解决，虽然麻烦，但至少可以做到清洁。但是大点的落地窗就没有办法了，即使借助工具都深不到位，外层中间区域根本擦不到，只能请专业的保洁公司定期去做清洁，但每次费用至少又要花掉大几百。五、成本价格太高。超大落地窗虽然好看，但成本造价也出奇的高。它的造价不仅仅是玻璃自身的价格，厂家还要把额外的安装和运输、质保这些费用加上去，价格自然就高了。玻璃越大，安装成本就越高，尤其是高层住宅的落地窗安装，相比低层会更麻烦。如果玻璃面积太大，一般正常的电梯是进不去的，就需要用吊车吊装，而吊车的运输费用也比较高。另外，玻璃面积越大，厚度要求越大，相应的生产成本就越高。
普通窗户一般厚度达到5毫米就够了。落地窗因为玻璃面积大，用的大多数都是8毫米的钢化玻璃，价格自然要上升。如果采用的是夹胶玻璃，价格更是要翻倍。而且因为玻璃面积大，同时重量也增加了，因此相应的型材厚度也要达标。比如说楼层高于15层的窗框至少得用90的型材，壁厚要 1.6 毫米以上，价格也就涨上去了。所以综合以上这些各方面的成本，价格自然是水涨船高。一般来说，就算是安装小阳台的落地窗，花费至少也要在3-5万元以上。最后再来总结一下，综上来说，超大落地窗颜值高，视野开阔，景观好，确实没得说。但超大落地窗它不好擦洗，不够通风透气也是事实。关键是价格太贵，是阳台普通封窗成本造价的好几倍。在我看来，现如今选择做超大落地窗的家庭，通常都是经济实力雄厚，而且不是观景房就是江景房，家里再做个新风系统，再弄个擦窗器，安排的妥妥当当。如果咱是普通住宅家庭，外边风景又没那么好的话，建议在自己的预算范围内选择性价比高的普通封窗就够了。求求你们了，装修千万别再无脑抄作业了。那些网红设计虽然好看，但流行只是一时，家却要住一辈子。特别是一些缺少装修经验的新人，建议多听听过来人的建议，别光顾着美观效果而忽略了实用性。本期小东就给大家总结5个即将过时的网红装修设计，劝你谨慎跟风，少交智商税。乳胶漆，盲目跟风网红色就是装修中最大的坑。从前年的太空漫步，再到去年的杏子灰，全部被打上百搭不挑房的标签。于是很多网友跟风纷纷抄作业，结果就是大型的翻车现场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第一，调色色差问题。这些网红色乳胶漆大多数都是师傅现场用色浆调的，人的肉眼对于色彩的把控度、精准度终归没有电脑调色来的精准。第二，滤镜和光线问题。很多博主分享的美图不仅加了滤镜，而且还调了亮度，导致看到的颜色和实际效果大相径庭。另外，开灯和不开灯的效果也会影响颜色的深浅不一样，所以劝大家尽量避开网红色乳胶漆，毕竟在滤镜的加持下，很难判断出正确的颜色。不想踩坑的，建议直接通刷白色，简单大气。实在喜欢带颜色的，建议选择电脑调色的，降低出错率。柔光砖，质感高级，自流平的效果，看到后你会不会也心动？如果再配合黑白灰的装修风格，冷淡又贴合，怎能不让人爱？但商家不会告诉你，市面上大部分的柔光砖都有2个致命的缺点，其一，抗污性差，其二，防滑性弱。因为目前的柔光砖基本都是经过抛光工艺，对瓷砖的釉面做了柔光处理，为了就是降低瓷砖表面的光泽度。但是在抛光的过程中，就会出现瓷砖毛细孔和瑕疵的现象，影响瓷砖的抗污性。而且经过抛光的瓷砖，大部分的厂家都没有解决防滑性问题。所以如果你不能接受装修时滴在地上的污垢很难擦，各种清洁剂都没太大用，入住后打扫卫生拖地几10遍也毫无成就感，地面还是灰蒙蒙的，千万要避开柔光砖。是不是看到网上的图片、视频做金属踢脚线，高级感十足，卫生也好收拾，就一心想着自己家装修也要照着装？但你肯定不知道，做极简金属踢脚线，想要效果大气好看，得多花多少钱？而且安装中一点差错就会导致效果翻车。首先，安装金属踢脚线对墙面的平整度要求非常高，必须做冲金找平工艺，否则后期装完墙面与踢脚线之间全是大缝子，积灰还难看。而且不管是不锈钢型材还是铝型材，但凡有一点磕碰就会有刮花有瑕疵，根本修补不了，只能替换。所以装修预算不高或对成品完美度要求高的伙伴，不建议装金属踢脚线。黑色的卫浴产品确实自带高级感，颜值出众，但如果你家水质不好的话，那么不管是水龙头还是浴室柜台盆乃至花洒，尽量别选黑色，因为它们都是那种只要不用它永远好看的设计，但真心不适合普通家庭，因为它们致命的缺点就是太不耐脏了，有一点水垢和污渍就会显现出来，而且还很难擦掉。最让人心烦的，擦的稍微使劲了，它表面还会掉漆。所以除非你家准备安装全屋净水设备，否则别跟风选黑色。另外，白色的也别选，用久了会发黄，影响美观度。对于追求颜值的家庭，
建议首选戴拉斯工艺的枪灰色，经久耐用，好打理也显高级。这几年砖砌的网红衣柜被捧上了天，不否认它有一定的优势，用墙体加金属架的组合比板材衣柜环保，也更结实耐用，于是很多人也纷纷效仿。但做之前我劝你要冷静，因为现实中网红砌墙衣柜根本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。首先，好看又实用的砌墙衣柜它真的不便宜，想想看，砌一堵墙，下面再砌地台，上面又吊顶，再定制个折叠柜门，再加上一堆金属架，这样做出来的衣柜它真的一点不比板材定制柜省钱。其次，从美观度来说，它很难做好，因为细节没办法处理。这种砌墙衣柜就是花着定制衣柜的钱，披着砌墙衣柜的外衣，做完的效果却比你出租屋的衣柜更简陋。另外，砌墙衣柜的密封和防潮性也远不如板材定制衣柜，特别是南方低楼层的，真的不建议做，衣物发霉的几率非常大。写在最后，家庭装修不是为了视觉炫技，提倡的是实用性、舒适性。设计的本质是服务于生活，只有那些符合人性化的装修设计，才真正值得我们去抄作业。家用电器是我们居家生活的必需品，不仅能解决生活难题，还能提高生活品质。购买家电，很多人的想法是不用买贵的，经济实用就可以了。毕竟家电产品迭代更新的快，用个6、7年也该淘汰了，所以还不如省点钱再换新的。不可否认，这种观点我是认可的，但是有些家电还是建议大家不要买低价款，因为便宜的问题太多，使用体验真的非常差。风冷冰箱，现在市场上大部分都是风冷冰箱，传统的制冷冰箱基本已经淘汰了，因为风冷冰箱制冷技术更先进，不仅不会结冰霜，而且还有温度均衡和控温精确等优势。不仅如此，设计的款门也更多样，同时容量也能做得很大。目前市面上的风冷冰箱低价款的不过才2、3千元，别看价格便宜，但性能实在太差，真心不建议大家购买。原因如下：一、保鲜效果差。虽说风冷冰箱制冷更均衡，效果更快，但是便宜的风冷冰箱大多数没有独立的控温室，就会存在食材风干脱水的现象。二、食物易串味。便宜的风冷冰箱基本上都是单循环系统，冷风在冷藏室和保鲜室中反复循环，时间一长就会出现食物相互串味的情况。三、耗电高，噪音大。便宜的风冷冰箱不管是压缩机还是风扇也都是定频的，定频技术就是通过不断启停来控制冰箱温度，这就导致冰箱的耗电量高，同时带来的噪音也大。选购建议：一、选购风冷冰箱，建议首选10字门或多门冰箱，相比于3门或对门款式，增加了干湿分储区域，优势在于冰箱内的空间利用更加合理，食物保鲜效果也更好。二、风冷冰箱技术主要取决于循环系统，建议购买双循环或多循环系统的，冷冻室和保鲜室都是独立循环，可以解决食物间相互串味的问题。三、对于风冷冰箱，要选搭载变频技术的，最好是双变频压缩机加风机。变频式的风冷冰箱不仅节能省电，同时还能减少噪音的产生。壁挂空调，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，夏天用来制冷降温，冬天用来制热供暖。目前在家庭中使用最多的就是壁挂空调了，因为壁挂空调价格便宜，安装方便，而且结构相比简单，有着制冷效率快、维修维护成本低等优势。买空调，很多人会认为同样都是制冷制热，性能都差不多，所以没必要买贵的，只要认准大品牌，选个便宜的就行了。但事实上，不同价位的空调，即便是同一个品牌之间的差异还是很大的，不仅仅是制冷效率不同，使用体验上也有很大区别，所以不建议大家买低价款。原因如下：一、制冷效率低，即使同一个品牌的空调，制冷效率也不一样，便宜的基本都是面临淘汰的定频技术，制冷效率低，室内温差大。二、耗电量高，即使相同匹数和功率的空调，工作时产生的耗电量也大不相同，便宜的基本都是3级以上能效等级，所以带来的结果就是耗电量高。三、使用寿命短，噪音大。空调的核心就是压缩机，便宜的空调压缩机的质量也不行，工作时不仅噪音大，而且坏了没法维修。选购建议：一、选购壁挂空调。首先，变频技术，变频空调可以更精准地控制温度，让室内温差小，体感更舒适，而且同时噪音小，
更节能等优点。2. 至于空调的能效等级，建议优先选择1、2级能效的，好处就是省电。3. 空调的压缩机要认准大品牌，比如格力琳达、美的美知、海尔海力等都是非常不错的。燃气热水器，目前热水器市场的主流产品还是以电热水器和燃气热水器为主。和电热水器相比，燃气热水器的优势更加明显，出水量大，供水充足，而且是即开即热。因此，现在购买燃气热水器的家庭也越来越多了。在我看来，如果是电热水器，完全没必要买贵的，因为电热水器自身也没啥技术，功能也不多，只要容量够用，安全性符合标准就可以。但是燃气热水器却恰恰相反，便宜的和贵的产品不仅做工差异很大，而且恒温性能上也有区别，所以建议大家别买低价款。原因如下： 1. 出水流量不足，燃气热水器的升数越大，出水量越大，价格越高。便宜的热水器升数太小，无法满足多个供水点同时用水的需求。 2. 水温不稳定，忽冷忽热，便宜的燃气热水器的恒温技术太差，多数是靠比例阀来调节温度，水温波动比较大，所以就会出现洗澡水忽冷忽热的现象。 3. 安全性能低，便宜的热水器一般防护等级比较低，能达到 IPX4D 等级就很不错了。贵的热水器可以达到 IPX5D 级，同时还有防干伤、防冻保护、电流过载等功能。选购建议： 1. 选购燃气热水器，建议买16升以上的，同时尽量选带增容功能的。 2. 恒温方式，建议选择水汽双调控温的，温差可以精确到1摄氏度左右，性价比高。 3. 选择带零冷水功能，一定要考虑好需求。虽说体验感更好，但需要安装回水管或热水循环泵才能实现，费用贵，后期使用成本也高。投影仪，目前家用投影仪非常普通了，即使在小房间里也能带来大屏幕的观感，所以也深受年轻人的喜爱。而且和电视机相比，优势也比较明显，比如它的设备体积更小，方便自由移动，不需要固定在一个位置，适应范围更广。如果购买液晶电视，原则上没必要买太贵的，因为使用率低，画质区别并不大。但是低价款的投影仪还是建议大家谨慎购买，原因如下： 1. 画质效果有限。要知道，现在的液晶电视技术成熟，画质基本上都是 4K 的分辨率，但是便宜的投影仪可能 1080P 的分辨率都达不到，所以观看效果也会大打折扣。 2. 观看环境要求高，投影仪与电视技术不同，对外界的光更敏感，便宜的投影仪普遍存在亮度低、抗光性差的缺陷，所以这也导致白天有阳光的情况下，不拉窗帘根本看不清，晚上使用时不关灯的话，画质也会受影响。 3. 使用寿命短，便宜的投影仪使用的基本都是传统的灯泡光源，使用寿命较短，长时间使用亮度还会减半，同时存在散热上的缺陷，机器发热严重，噪音还大。选购建议： 1. 选购家用投影仪，要关注流明数参数，它决定了白天观看时的清晰度。客厅使用建议选择1500 ANSI 流明以上的，客厅和卧室都适用。 2. 对于投影仪来说，要想画质清晰度高，建议至少是 1080P 的分辨率，低于这个值的就不要买了。 3. 光源，推荐选 LED 光源和激光光源。 LED 光源虽然现在的技术亮度还不够，但使用寿命长，激光光源各方面都好，就是价格贵。说在最后，家用电器虽然并不是越贵越好，但以上这4种家电则是贵有贵的道理。如果不想在后期的使用中越用越糟心的话，建议你别图便宜去买低价款。当然了，如果不认同我的观点，可以留言讨论，说说原因。卫生间作为家庭生活中使用频次最高的空间，在装修时，小编也是找过很多参考资料的。在面对网友们反馈中的这个别装那个不能装中，为大家整理了以下卫生间的8不装，先别急着排斥，认真看一看，也许对你有所帮助。因为别人的反馈不是胡说，都是用真金白银买来的经验教训。 1. 不装木门，木门再怎么升级，它也是木门，遇水遇潮气会变形，严重的情况下甚至会掉漆开裂。网友7秒记买的精装房，卫生间配的就是木门，还没住呢就开裂了，不想换门折腾了，找了个师傅改造一下。柠檬不酸，小户型没空间做干湿分离的，千万别装木门，变形都是轻的，掉皮开裂全是问题，还是老老实实装铝合金玻璃门吧。
小编建议，除非你家是老旧小区，卫生间区域比较小，做不了干湿分离，或做便紧挨着门口，木门的隐私性要比铝合金玻璃门好，否则都建议装铝合金玻璃门。2. 不装石膏板和铝扣板吊顶。石膏板吊顶，说真的，现在还有人在卫生间装吗？卫生间潮气大，石膏板吊顶时间长就会掉皮发霉，谁装谁后悔。铝扣板吊顶风靡了好多年了，但是它真的不太好看，板小缝隙多，显着零碎不完整。网友反馈家有萌爆，当时脑袋一热浴室用的石膏板，入住2年已经掉成这样了，后悔透了。@zzz， 第一套房子装的铝扣板虽然缝多块小，但是怕石膏板发霉掉皮，没别的选择，再装房子就有蜂窝大板吊顶了，既完整好看还不怕潮。小编建议蜂窝大板吊顶虽然造价可能会高一点，但它既兼顾了石膏板的完整性，同时还有铝扣板的耐用性，无论是从清洁角度还是后期的拆卸维修都是最优选择。3. 不装哑光砖和亮光砖。哑光砖表面有颗粒感，不好打理卫生，时间越久越显脏。亮面瓷砖虽然光滑好擦，但防滑性一般，流水印的话也很明显，而且光线好的时候反光严重有光污染，采光好的楼层不建议装。网友反馈放飞梦想 RE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卫生间用哑光砖，太容易脏，鞋上稍微带点土，一粘水就脏一片，基本上几天就得用清洁剂使劲刷，一瓶清洁剂都用不了1星期。哑光砖深坑，怼妈育儿，千万不要用哑光，也不要用亮光，有光污染，要用柔光砖，摸上去还是很滑的，但是不反光不脏。小编建议，之所以推荐选择柔光砖，因为从清洁角度来讲，比表面有颗粒感的哑光砖好打理卫生，表面不会藏污纳垢。从安全角度来讲，柔光砖也要比亮光砖安全性更高一些，无论是防滑性还是光污染情况都会更好一些。4. 不装黑色花洒。小编以过来人的身份，奉劝大家千万别买黑色花洒。黑色花洒偏哑光质地，给人感觉颜值很高，当初我也是冲着它的高级感买的，但是用过之后，它真的是属于谁用谁后悔的存在，尤其是北方区域，北方普遍水质偏硬，洗完澡即便擦干花洒上的水，干了之后依旧有白色水渍。网友反馈@cc 小八，本人纯装修小白，追求花洒颜值，黑色真的 YYDS， 但用了2个月，洗不掉的污垢简直恶心到家了。自己的亲身经历，我踩过的雷，希望大家避免。西耶，咱就是说别买黑色花洒了，水垢水渍简直顽固到想哭。最初为了高级感选了黑色花洒，刚装上确实高级，现在真是清理到想哭。我家这边水质硬，干了之后一片白。小编建议，不想工作一天很累了，好不容易洗个澡放松放松，还得清理顽固的水垢的话，建议大家选择颜值和好打理于一身的枪灰色或白色花洒。5. 不装淋浴房。淋浴房的功能主要就是防止水溅到淋浴区以外的地方，但照比它的功能来讲，它的弊端也非常多。首先就是造价很高，动辄大几千，而且装完淋浴房活动空间有限，很局促，对小户型特别不友好。其次，底下的挡水条有一定高度，稍有不慎就会绊脚，并且封闭挡水条的玻璃胶时间长会发霉变黑。最头疼的还是淋浴房玻璃面太多了，洗完澡不及时擦干净的话，水垢水渍超级难清理。网友反馈野原葵，让我看看是谁让玻璃门上的水渍折磨疯了。哦，原来是我自己。装修不要全听老一辈的话，什么干湿分离一定得用玻璃门淋浴房，一天不擦就是这副鬼样子，真恼火。葵在装修一定不装这玩意了，水垢黑霉清理无数次，轨道滑轮都换了好几组了。小编建议做个玻璃半隔离下沉式淋浴区，既起到了干湿分离的作用，同时也显着卫生间宽敞明亮，而且性价比也高。半隔离玻璃隔断几百块就能搞定，玻璃面露的也少，更方便打理卫生。6. 不装岩板一体盆。说到岩板一体盆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，它因为颜值高耐磨好，也确实火过一段时间，但是随着时间推移，它的硬伤也渐渐暴露出来了。首先就是掉落风险，因为它是用胶粘的，时间长重力原因就会出现岩板分离的情况。其次就是有卫生死角，特别是拼接处，时间一长就会因水的原因发霉变黑，藏污纳垢。网友反馈国庆岩板盆虽然好看，但是死角位置积水发黄长黑霉，才用了半年啊，
几乎每天都要花时间刷一刷这个盆。小编建议选择技术成熟的陶瓷一体盆。陶瓷一体盆是由高温一体成型烧制而成的，釉面光滑，不容易流水垢，真正一体，没有掉落风险，而且坚固耐用，性价比还高。7. 布装直排下水。卫生间浴室柜下面布装直排式下水，因为它的弊端显而易见，首先就是打理卫生麻烦，有卫生死角，其次就是影响美观。网友反馈一条装修咸鱼，浴室柜下水千万要自己盯紧装修公司。装修前我做的功课，浴室柜排水做强排美观，没有卫生死角，也跟装修公司说了，答应的好好的，但是到房子验收的时候就变成地排了，好丑。小编建议卫生间浴室柜还是建议做强排式下水，一是好打理卫生，不愿意自己打理柜子底下卫生的时候，扫地机器人就可以打扫了；二是美观整洁，颜值提升不止1倍。8. 布装悬挂式马桶。现在很多人选悬挂式马桶，因为对比传统马桶来说，悬挂式马桶看起来更轻盈，颜值很高，而且占地面积也小，也更方便打理卫生，没有卫生死角。但是悬挂式马桶弊端也比较明显，一是价格普遍偏高，动辄几千元；二是施工和维修麻烦，因为水箱是嵌入在墙里的，一旦马桶水箱出现问题，需要把墙体刨开维修，费人力费物力；三是安装高度问题，预留高度太低，依旧不好打理卫生，预留过高的话，上厕所还得踮脚。网友反馈@W印印。悬挂式马桶大翻车，欲哭无泪啊！装修每一天都在妥协，我选悬挂式马桶就是为了好打理卫生和好看。可验收一看，马桶离地才7厘米，任何扫地机器人都进不去，已经失去悬挂式的意义了，不如买个正常马桶了，还贵。脚擦，朋友们听我一句劝，不要为了颜值买悬挂式马桶隐藏式水箱，你会变得不幸，你楼下邻居也会变得不幸，墙里漏水直接给楼下邻居天花板泡了。没办法，只能把墙刨开找漏点。小编建议不要盲目跟风，单纯为了颜值买它，毕竟生活是长久的，为了以后少点隐患，还是建议买落地式马桶，普通马桶或智能马桶都可以，价格合理，隐患少。说到最后，卫生间在房子区域占比来讲可能是最小的存在，但它的使用频率绝对是最高的，所以在给它选择配件的时候一定要慎重。颜值固然重要，但小编认为实用、方便、好维护才是第一要位，你说呢？房子装修是一件既漫长又劳心费力的事情，装修过程中即使你全心投入，但结果也未必让人满意，尤其是对于第一装修的新人来说，更是难上加难。毕竟每一个装修细节和决定都会影响日后的居住体验。我这些年前后也装修过3套房子了，可以说非常了解装修过程中的艰辛。这一期呢，就给大家分享一些非常实用的装修建议，希望能帮助大家成功避坑。1. 入户门建议只换锁，不随便换门。对于装修新人来说，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什么材料都要求最好的，结果导致不断的超预算。比如有些人没等装修呢，就想着花大几千先把入户门换掉，其实在我看来完全没必要。首先，开发商自带的入户门一般质量都不差，基本都是符合验收标准的。其次，入户门的防盗效果也不取决于门，而是在于门锁安不安全。与其花大几千换个入户门，还不如花了1800元换个更安全的门锁。另外，如果觉得入户门的颜色不好看，也可以只喷漆改色，换入户门的预算完全可以省下来。2. 客厅建议铺瓷砖，不铺木地板。很多人对木地板情有独钟，会觉得地板既温馨，脚感又好，于是选择地面通铺木地板。实际上，这是最不明智的选择。就长远考虑，木地板的耐造程度远远不及瓷砖，时间一长很容易开裂、翘边、起拱，而且环保性也不如瓷砖。另外，客厅属于公共区域，需要经常走动，还要每天打理，地面铺瓷砖也更加省心。所以建议实在喜欢木地板的，可以选择客厅铺瓷砖，卧室铺地板的最佳方案。3. 墙面建议刷乳胶漆，不用壁纸或硅藻泥。现在对于墙面装修材料选择性很多，很多人会觉得刷乳胶漆过于单调，可能会想着贴壁纸或者做全屋硅藻泥。但这2种材料虽说有一定的装饰效果，但自身的缺陷也很明显。比如壁纸使用寿命短，用不了2-3年就翘边起皮，而且受潮还容易发霉。硅藻泥虽说环保性高，但只有吸附少量甲醛的能力，并不能去除甲醛，而且
装修效果也一般，凹凸不平的表面，积灰很难打理。另外，价格和人工费也比较高，所以综合来看，还是刷乳胶漆最具性价比，成本低，施工简单，后期通过软装和灯光搭配，装修效果一点不受影响。4. 层高低于 2.7 米，建议做局部吊顶。全屋吊顶并不是装修的必需品，没必要为了吊顶而吊顶，尤其是做那种复杂的吊顶，不仅积灰难打理，而且压缩层高，让室内空间显得很局促，住在也会显压抑。所以建议层高不足 2.7 米的不要去做吊顶。如果有电器设备需要做隐藏，可以选择做局部吊顶，既满足了需求，又不会压缩层高。另外，即使不吊顶，也可以做单层或双层石膏线，来增加棚面的装饰效果。5. 小户型建议选直排沙发，不选 L 型组合沙发。客厅摆放 L 型沙发，虽然更加稳重显大气，但并不适合小户型。客厅太小的话，选择这种组合沙发的话，会让空间显得特别拥挤，而且还影响行走的动线。实际上，小户型更适合选择3人位的直排沙发，视觉上既宽敞又不影响空间动线。另外，款式尽量避免选落地式，又笨重又违和，建议选择高腿细脚款式，既轻盈又方便打理卫生。6. 厨卫建议装铝扣板吊顶，不用石膏板吊顶。厨卫用石膏板做吊顶，优点在于整体性好，看上去更加美观，但实际上石膏板吊顶用久了，避免不了泛黄、受潮生霉这些问题，而且一旦产生漏水现象，拆装维修也是个大麻烦。所以从长久来看，不如选择普通的铝扣板，经济实惠，方便打理，而且后期还好维修。如果实在想追求颜值和效果，建议可以选择蜂窝大板吊顶。7. 封阳台建议用断桥铝，不用塑钢窗。现在很多人都会选择把自家的阳台封起来，毕竟多个一个可以改造的空间，而且也不用担心风雨季节阳台积灰积水。对于封阳台的材料，建议不要用塑钢窗，虽然预算成本可能会少花一点，但强度不如铝材，常年的风吹日晒，用不了3-5年就会老化变形，而且隔音差，保温差，所以建议一步到位选择断桥铝窗，更加经久耐用，而且保温隔热和隔音方面都要优于普通的塑钢窗。8. 卫生间建议装金属门，不装木门。很多人会因为卫生间装木门档次高，而且也能和室内门做统一，但是需要提醒你的是，卫生间水气重，把木门装在卫生间，长时间受潮气侵蚀，必然会开裂起皮，后期很难修复。所以建议卫生间还是用金属门，实用性更好。目前流行的泰美合金门搭配长虹玻璃，颜值和装修效果一点不比木门差，而且还不涉及到环保问题。最关键的是，金属门不怕潮气侵蚀。9. 卧室建议装吸顶灯，不装网红吊灯。不得不承认，现在的网红吊灯确实款式新颖，造型更加好看，对新人来说诱惑不小。但是家里安装灯具的作用是照明，装饰性在于其次。那些网红羽毛灯、分子灯、水晶吊灯，虽然装饰效果好，但弊端太容易积灰，没用几个月呢就灰蒙蒙的，不清洁的话影响照明和美观性，清洁起来又费劲，所以真心不如简约大气的吸顶灯实用。10. 对装修完全不懂，建议找装修公司。很多人会觉得自己装修会省钱，其实对于装修完全不懂的新人来说，真的不要盲目的选择自装。首先，自己装修意味着所有材料都需要自己买，所有工种都要自己去对接。如果你对装修不了解，买装修材料会被坑，装修工人看你不懂，干活也是能糊弄就糊弄，怎么施工方便怎么来，根本不会为你考虑，到头来很容易出现钱没少花，装修质量还不行的情况，而且后期出现问题也是很难找到人。所以对装修不懂，建议还是找一家更专业的装修公司，虽说多花点钱，但起码省心省力，而且装修质量有保障。